他们已经去过明月山庄的坟冢了。苏宁溪的关中是空的。下一步他们就要去镜花宫了。谢雪神再聪明，应该也想不到，你离开了两界山，竟会来我这里。这不就是阁主的意思吗？平日的药，每月初1便会送达，本月已至初8，还不见药的踪影。阁主不就是想逼我亲自来一趟吗？这旁人都说南庄主如春风暖玉，怎么到了我这儿，说话便带着刺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。想当年，你被继母手足所害，被邪修囚辱折磨，屠刀之下，可是我救了你一命。有时候想想，你倒不如不救。但活下来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并未逼你。世间万年，总共就出了2个天生识窍之人。谢雪尘过的潇洒恣意，怎么你就落得如此地步？你生息一段9分，剩余1分，也不过苟延残喘。我给你选择，想死，便拿着剑了断；想活，便服下这药。不过这药有个坏处，一旦服下，便需每月续用，如此方能保全生机。若是停用，不出1年，便会燃尽寿元，加倍痛苦而亡。若只为报仇，你死了，我照样可以帮你报。你可想好了？灵族，灵族今天来屠庄，你事先知道吗？什么？你是不是还恨我和星野？所以你就任由灵族他们来屠庄？薛氏和弟弟恨我，所以他们与人合谋毁我神窍，
您待弟子镇压灵族，所以引灵族来涂庄复仇。这是我的命数，也是您的命数，我们运秀山庄的命数。父亲，您是要为了一个已死的废子，毁掉一个活着的宗师，对吗？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这云秀山庄的庄主。啊！你该报的仇报了，想见的人也见了。南庄主，我要的混沌珠又在哪里啊？当年我承诺阁主，为你做3件事以还恩。阁主所提的第1件事，在运秀山庄设杀阵，拖延谢雪晨回城；第2件，破解雍雪城双向结界，放赤影入城。这第3件，虚设9方御龙阵，为灵族留下入城通道。3件事，我皆有达成。至于阁主没有得到混沌珠，那是阁主的失策，与我无关。可南庄主一边帮助修仙阁，一边又助谢雪晨对付修仙阁，这让我很为难。阁主为难是阁主的事情，我不是阁主的手下，自不必听命于你。哦，至于阁主要以药相逼，其实这药你给与不给，于我而言都一样。南庄主名震天下，我岂敢相信？只是我有一事不明：南庄主等候多年，终与故人重逢，当真可以放下？当真不想据他为己有？可要我替你杀了谢雪晨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阁主没有关系。我早说过，我不过问你与暗月合作的事，而你也不可以插手我的事情。南庄主不必动气，你所言，我明白了。接下来的事，就不劳烦南庄主费心了。每月的药，我会按时送上，以慰曾经的盟友之情。有一事，我倒是十分好奇。这10余年前，10余年后，阁主的容貌没有丝毫的变化。阁主手上亦有凤隐草、化影丹之类的千年古物。敢问阁主，年岁几何？我的年纪，从很久之前，我就已经不再计算了，因为早已没了意义。活得久，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
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痛，太痛。公主，仙盟地界都已经派人问询过，目前还没有找到秋明。你知道他的身份，哪怕是去暗域，便是死千百人，也要给我把他找回来。是。姐姐，我恐怕时日无多了。若是地下相见，你会怪我吗？哎呀，这世道啊，人如猪狗。早知道养这么大要为人所食，那还生他们做什么呀？还不错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好累，跑不动了。那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姐姐去帮你找吃的。嗯。给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不过是能感受到他的生命，试了试便做到了。太好啦，以后再也不用挨饿了。他们不知道姐姐有这样的本领，一心只想吃了我们，真是太愚蠢了。嘘，此事如果被别人知道，我只会死得更惨。公主，就是这片树林里有一处灵气极为浓郁，恐是有什么奇人在此。姐姐，我好害怕。你想干嘛？元阴玄女之体，传说竟是真的。世间竟有如此神人转世。好孩子，你多大了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西，今年8岁。阿西。我是镜花宫公主，你愿意跟我回镜花宫吗？我会收你为弟子，教你修道和法术，你可以衣食无忧，甚至长生不老，飞天遁地。我要和我妹妹阿珍在一起。姐姐，我害怕。姐姐会一直保护你的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嗯。我没有保护好秋明。你走后这么多年，我什么都没做好。你们跟我一起去暗域搜寻少公主。长老，真的要去暗域吗？那可是桑琪的地盘。长老，是少公主，她回来了。少公主，少公主，公主，秋明回来了。师傅，你的头发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谢城主，你竟从暗域出来了。托公主的福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谢城主此次来，可有何要事？是暗域发生了变故？此事或许与桑琪有关，还请苏公主屏退无关之人。请问苏公主，你的姐姐苏宁熙有过几个孩子？谢城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世人皆知，
我姐姐嫁给高凤雪，10月怀胎生下一女，便与世长辞了。我无意冒犯，只是从傅兰生那得到一件法器，意外验出高修氏与穆玄林有血缘关系。谢城主这话着实可笑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她们2个是姐妹了？我姐姐只有过1个孩子，便是秋民。她分娩之时，你可亲眼所见？自然亲眼所见。秋民出生时天生异象，满是华光流转，让人不能直视。不能直视，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亲眼看见。谢城主，你这是在辱我姐姐清白吗？我姐姐与桑琪是有过一段纠葛，但她跟桑琪绝不可能有孩子，因为我姐姐当时已经……师父，您先不要生气，我们只是想要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并未想要辱母亲的名节。素公主，恕我直言，以高秋明的资质，着实配不上天生异象。就连谢城主和南庄主天生石窍，出生时也没有这种异象了。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苏公主，想验证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难。你如果不相信我们的法器，大可用净化宫的方法再验一次便可。我知道你不想你姐姐的事情被人知道，所以才私下征求你的意见。你难道真的不想知道，你姐姐是否有另一个女儿？好，我明日给你们答复。但此事万万不可让其他人知晓。好。素宁真竟然真的会答应验血，看来素宁熙分娩之时，应该真的发生了什么奇怪之事，让她也产生了怀疑吧。此事明日就会有结果的，你无需过多思虑。思虑？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早就习惯一个人，也从没有想过要寻亲，只不过和高秋明扯上关系，我心里不爽罢了。最好验出来我和素宁熙毫无关系，这样我来日杀了高秋明之时，也不必心存顾忌。你若当真对亲情没有任何期待，若不想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又怎会放着任务不做，冒险来这最恨灵族的净化宫呢？这不是仗着有你护着吗？嘴硬。你管我？血缘？为什么会有血缘关系？为什么？师父，您到底在找什么呀？要不我帮您一起找吧。难道他才是？当日在雍雪城，穆玄灵曾说过他是明月山庄的灵奴，是不是？还说过高凤雪死前要杀他，是不是？都说他是灵族，可有人见过他的真身？他说他灵窍破损，没有灵丹，所以画不出真身来。那你们凭何断定他就是灵族？他小的时候脸上长了妖纹，就像符文一样，金色的纹路，人族脸上是不可能长出来的。什么样的妖纹？画下来，画下来给我看。
原来如此，那道光竟是这样。错了，我们都错了。师傅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。我已经睡了。午息之后我会进去。我说我睡了。5、4、3、2。何事啊？这里是杏花宫，地姐，怕你又惹事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看着你。如今你已神志不清，我还是看着你比较好。我在房间里好好待着，你半夜闯人房门，咱俩之间谁更像神志不清啊？当然是你。你还讲不讲道理啊？我跟你讲过很多道理，有用吗？怎么没用呢？你讲的那些道理真的很洗涤心灵，让我发自内心想当一个好人。当一个好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别说假话。好吧，可能我当好人的心呢，还没有那么诚恳。那你呢？深更半夜非要来我屋坐着，岂配为正人君子啊？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我也可以心狠手辣的。你要是不想被我打晕的话，就老实待着。谢雪晨，你明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为什么还非要喜欢我呀？我现在不想告诉你。你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就待在我身边，哪儿也别去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儿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还会，但我会看着你，不让你有那样的机会。这个人像个和尚似的，怎么说起情话来却如此坚决，真是奇怪的很。到了明日，很多真相就会揭晓，无论是混沌珠苏宁熙，还是你的身世。所以今夜，你安分一点。师父今日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本是去查混沌珠的，为什么谜团越滚越大？若一切真相揭开，也不知是好是坏。高修士，
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在宫外等着吗？你是过来看我笑话的？当然不是。给你备了些点心。我是怕你因为最近的事情难过。我也不知道该从哪件事情开始难过。关于母亲，我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弄明白。她爱桑琪吗？还是爱我的父亲？她若是放弃心中所爱，嫁到了明月山庄，那她真的快乐过吗？她有期待过我的降生吗？我爹过去一直告诉我，说他深爱着我的母亲，只是我母亲生我是难产，早早便去了。现在看来，也许都是骗我的谎话吧。我爹过去一直告诉我，说他深爱着我的母亲，只是我母亲生我是难产，早早便去了。现在看来，也许都是骗我的谎话吧。现在连母亲的遗体都不知所踪，还有我的师傅，我知道他有很大的秘密，但那毕竟是养我、育我的人。我不知道我去跟谢雪晨说他的这些秘密是对是错。还有穆玄灵，他若真的是跟我血脉相连，万一他真的是母亲的亲生血脉的话，那我到底是应该喜欢他呢，还是讨厌他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是不是跟你说的太多了？没有，有些事儿说出来就舒服了，而且只有说出来，你才能一件一件的去解决。解决到最后呢，你再回头去看，你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并且真相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。你就是你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爱你的人呢，不会因此离去。那些离去的，你就更没有必要在意了。总之呢，你就做最快乐的高修士就行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会安慰人的。朋友嘛，你有什么烦心事，以后尽管告诉我。朋友，你是我长这么大第3个说跟我是朋友的人。前2个呢？第1个是我的师妹崔婉婉，她在镜花宫陪了我10年，但她其实是修仙阁的卧底，后来被发现，被师父给杀了。第2个就是穆玄灵了，昨天跟我说将我当作好友，但原来也是假的。第3个就是你。我保证，我肯定是真的，真朋友。我相信，
真朋友。尊上，何事？圣女和谢雪晨一行人已从明月山庄到镜花宫了。看来他们是发现了什么。玉阙宫城人俏一起，正是和旧人重逢的好时候。这些年的新仇旧恨，也该好好清算一下了。师父，不知素公主考虑的如何了？我身旁这株花名为相见欢，以血为食，但若摄入的鲜血为血缘至亲，花瓣则会转为黑色。无论今日结果如何，都只有我们几人知晓，绝不能外传。如若你们同意，就立下心誓；否则，就当我从未提过。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谢城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素公主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相见欢，这是囚凤萼，滴入鲜血，便会与他订立血契，被他操控心神，成为他的奴隶。虽然两者很相似，但一为花草，一为异兽，气势不同的。素公主不会不知道吧？师父，谢城主，你勾结暗域妖女偷袭我镜花宫，休怪我惩奸除恶，手下无情了。竟敢直接对你出手，他究竟想隐瞒些什么呀？素公主，你这个阵法困不住我，你若强行为之，必会伤及镜花宫。你确定你要为了一己之私，令镜花宫蒙受损失？这便是你一宫之主的担当。我大义除魔，何来一己之私？结阵！师父，素公主疯了，竟然敢对谢城主下手！那现在怎么办嘛？阿宝，你待在这里，千万不要出去，我去帮忙。南旭，立刻将浮云空舟驶入星辰谷上空，挡住阳光。挡住阳光？这素凝针实力不济，需引天地之力才能对付谢雪神。这金龙就是以日光为源，日光不息，金龙不灭，日照越强，
金龙越强，难怪他约了这个时辰借命，原来是早存了埋伏之心。师傅，如果谢雪晨在镜花宫内出了事，你怎么跟仙盟交代啊？为何要交代？只要得到想得到的就够了。师傅，你的目标难道是穆玄灵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，师傅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告诉我，师傅！拦住他！是。师傅，放开我！师傅！玉阙天破！谢雪晨，师傅，公主，桑琪，谢城主，玉阙宫的滋味如何？你怎么可能回玉阙宫？当然是因为有灵儿的帮助。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不是同路人，我跟师傅才是。灵儿，苏宁熙的尸身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，你还想如何？他凭什么就这样死了？死了，我也要将他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休想！当年在风歇亭围攻我的，有你们吧？20年了，你们净化宫还是如此令人生厌。